大家好，我是艾莎。这次呢要来实测这2个产品，就是在我家刚刚好有看到的这个 Minon 的保湿乳液。很多人呢飞来日本会专门来买这个产品，因为它对敏感肌还有干燥肌的肌肤呢保湿效果会非常的好，不容易泛红等等的。然后这个是雅漾的保湿修护霜。其实我本身呢不是敏感的肌肤，但是蛮干燥的，再加上现在住在东京，又是冬天，超级干。我现在如果没有涂乳液或者是保养的话，我其实脸上尤其下面这块会非常的干。然后再加上呢，我昨天才刚滑雪回来，所以有滑雪的朋友应该有知道，如果你没有戴面罩什么的，我觉得太热我就没有戴。那我就觉得我下巴跟脸这一块非常的痛，晚上回家洗脸的时候就觉得蛮不舒服的。那我就觉得，刚刚好是个很好的时机来测试这2罐，就是刚刚好在我家里有发现的。我觉得其实 Minon 的味道，我第一次这样擦还不错就是也是淡淡一点点化学的香料，就是蛮多日系的，不要说像 Shiseido 或者是 SK-II 那种大牌都会放很多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味道就会比较复杂一点。但这个通常在开价算是药妆店、日本药妆店买的这些乳液的味道，我觉得都算是淡淡的还不错。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擦雅漾的这个修护霜。我觉得真的擦起来是非常有感觉的，不像一般的写说保湿乳液，但是擦上去，到了隔天还是会有种干干的感觉。这个雅漾的不会，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呢是带有一点点，我觉得它的香味其实不会很重，所以擦起来是蛮舒服。我查了网络上的一些分享然后说它是 Yuri Cosme 网友评鉴的美妆赏常客。好，然后通常的评价呢会是说它非常轻松的可以推开，且可以快速渗透到肌肤里面，然后可以彻底锁水的保湿乳液。然后这个 Minon 主打是给敏感肌以及干燥肌，像我有点偏干就还算蛮适合的。在日本其实真的蛮红的，因为当初我会买这个产品是一个日本的妹妹跟我说，你可以在药妆店买到这一款，她觉得还不错。好啦，再来是雅漾啦，舒敏修护保湿精华乳，它是滋润型的。知道这个品牌的人应该知道它是从法国来的。好，那它是专门针对敏感肌的肌肤设计它一系列的产品，强调它是有乳木果油然后有锁水的一些成分，以及不添加防腐剂、香料以及酒精。它是没有香料的。我个人还蛮喜欢。好，网友的评价呢，网络上是有说这一支真的很保湿又非常的温和，每次都会觉得皮肤泛红的时候用它晚上厚敷，隔天就会好非常多。然后就算这种很滋润性的质地，推开之后吸收也很快。冬天的话，保湿力觉得还蛮不错的，也不会有油油的感觉。好，那实测的方式呢，跟之前一样，就是我会用平常用的很基本的化妆水，然后再来是保湿的精华，那再来是这2支的产品。左脸我会擦雅漾，右脸呢我会擦 Minon 的保湿乳液。好，那一样是看近一点，就是来看我的脸目前的状况吧。就是因为冬天嘛，所以额头都会比较干，然后再来右边这边因为真的太干了，所以最近都长了很多这些就是小痘痘们。左边倒是还好，然后下巴就是最近冬天再加上滑雪就一直都蛮干的。好啦，那这次也是一样，就是会拿这一个脸部的侦测仪来看脸上的水分、油分以及干燥的程度，这样比较公平的实测表现。那就先来测试吧。右额头的水分是34度，然后油分跟粗糙程度都是2分，蛮低的，真的太干了这个东西。好，右脸颊35。会选这2罐呢，其实有2个原因，一个是我家里本来就有买了，就是我希望冬天的时候肌肤可以保湿。然后我之前不知道是看哪一个台湾的保养的版本，是写说敏感干燥的肌肤呢，第1名它其实是选这个，那大概第9名吧，就前10名里面是有雅漾的这个保湿修护霜。这次我用了大概1个月吧，大概4周左右的时间，从大概1月底到2月底的时间，就是我做了这个记录。好，我一样是在用了1个月之后，我用这个肌肤的侦测仪去看了各个部位的脸部状况。数字呢，我会放在这边。那 Minon 的数字可以看到，是我原本的额头以及脸颊、鼻侧、下巴呢，大概是从非常非常干以及脆弱的状态，也就是水分大概31到35%左右的状态，提升到了37到40%。
所以这个保湿的提升是我自己还蛮满意的。通常只要我皮肤维持在40% 的水分，就是湿度以上，我觉得还算是健康，就是脸不会看起来很憔悴，然后很刺痛这样。那同样的是粗糙以及油分程度也是，尤其是油分的程度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以我个人是还蛮满意的。好啦，那左边的脸呢，过来一点，这边我可以上字幕。好，左边的脸呢是用雅漾，那也是从湿度的部分是34到36% 提升到了37到40%，所以跟Mina 的效果以及结果是差不多的。好，那油分呢以及粗糙程度的部分也是提升到了4到5之间，粗糙程度提升了大概1至2左右。好，所以整体来说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两个产品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腻了雅漾，想要用 Mina 的话，来日本或是台湾现在应该有卖吧，你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买得到，你可以试试看。自己觉得效果来说，两支都还算蛮推荐的。在很脆弱肌肤状态的时候，它的镇定效果其实都还蛮好的。但老实说，我在用了1个月之后，我觉得它就是纯粹让肌肤可以稍微稳定而已。但是如果是比起其他专柜或者是带有很强烈功效的产品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支产品并没有到非常的出色，因为它就是给敏感肌肤使用，它锁定就是这样的肌群。那像我呢，我就是一个轻熟龄肌，然后又偏干，所以并不是敏感肌的一个状态，用起来就会觉得稍稍有点激热。可是我觉得在手术后，就是在那种雷射手术后，或者是玩脸啊，或者是滑雪啊之后的这个，如果你皮肤是呈现一个很脆弱以及敏感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两支就是还蛮适合拿来使用的。那效果数字上面表现来讲都很不错。那就我个人使用的体验上、感受上来说，可以先看看我的脸，就是我之前是右边的脸状况比较糟嘛，那我在用了 Mina 之后，我觉得是稍稍有稳定下来。那这个痘痘以及疤痕上面，它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善效果，它就是自然的透过皮肤的代谢的周期把它代谢掉而已。好，那左边的脸呢，发现有一点变严重了。那原因是最近因为武汉肺炎嘛，就是在拍摄这个影片期间是武汉肺炎。好，那我有1整周，几乎1整天都是戴口罩，上班都是戴口罩的状态，所以我发现在那个戴口罩1整周之后呢，我整个皮肤状况开始两边都变得很差。那现在是已经恢复稍微好一点的状态了，所以我只能说这两个产品对于戴口罩的时候脸部的状况是非常干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有非常好的补水以及保湿的效果，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不会特别去买这两个产品来使用。好，然后另外再看一下整个肌肤的状态，不要看下巴，因为这是戴口罩的区域，就是很明显的很差。但是如果是看一下，就是额头啊，或者是眼周等等的，我觉得以冬天算偏干的状态下，它还是可以让肌肤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我个人是还蛮满意的。那我实测这两支产品大概1个月之后，我其实觉得在擦的当下，脸是感觉保湿的。可是，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么功能性的感觉，是有一些比较强调保湿、非常强调保湿，或者是非常强调修护的这个产品呢，它让我擦完之后，就算隔天或隔2天不擦的产品，我的脸还是觉得是有稳定的效果的。可是这两个产品，我觉得我停用1天之后，我的脸会开始有一点点刺痛，也就是说不擦的话就没有效果了。好，之前我在实测这两支产品之前呢，我其实有擦了这一支，就是美国的保湿霜，就是美国的产品，它是 Skin Protector， 然后它是说强调非常保湿这样。可是我发现我的那时候的肌肤真的不适合，因为我一擦上去之后，我的这两边脸颊跟这边，我会觉得开始还蛮刺痛的，因为是已经受伤的肌肤。所以我擦完之后发现真的不行，我必须要擦一个这种给敏感肌使用的这样子的产品。那如果真的要比较这两个产品，我觉得都还算好用。除了价钱之外，有哪些点是可以考虑的呢？第一个是这个 Mina 呢，它是用压头的方式。好，这个好，所以在用的上面呢，我觉得稍微环保一点点吧。但是呢，我觉得 Mina 对我来讲有一种感受上比较激烈的地方，是我觉得日系的乳液它很容易做，它很喜欢做这种水水的水状，所以我个人在擦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无感的感觉。虽然效果来讲都不错，可是我觉得感受上就是没有那么
就觉得没有那么有效果的感觉，这只是感觉而已。有些人比较喜欢这种很水水的，就是有点像凝露，介于化妆水以及凝露之间这样的质地的话，我觉得 Mina 会还蛮适合你的。香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淡淡的这种乳液的香味吧，日系乳液都很容易有这种味道，我觉得还蛮好闻的啦。好，雅漾的这个滋润型的乳霜呢，可能因为我之前买的是一个试用的这个 size， 所以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它有，甚至官网上说它有一个什么就是防回漏的压头，可是这个没有。如果不看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在质地上呢，个人比较喜欢。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我之前用的时候，我个人感受是我用了隔天，我觉得脸还是有点产品还在的感觉，不会是擦完之后感受很激了。这个在 Mina 擦上去的过程，隔天还是会觉得产品还在，只是在擦的当下呢，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雅漾一点点，因为这个它是呈现很乳霜那样稠稠的状态。然后刚刚这个Mina 就是这样，它是水水的，就是水水的这样。可是雅漾它是这样稠稠的，所以我个人在感受上会觉得，好像是擦了，有点像在擦药吧，就是稠稠的感觉，它就会包覆你的肌肤。像我这种轻手龄肌又偏干的，我就是比较习惯，应该说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样子，感受起来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个人会觉得在质地以及在使用上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雅漾一点。好，那在价钱上面可能就要看当地市场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你居住的地方，这两个产品的价格有没有差很多？在价钱上面，我觉得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比较。但是我觉得可能看个人吧，如果质地上你也不是很在乎的话，你就看看在药妆店里面这两个产品哪一个价钱对你来讲是比较自己会觉得比较合适的。好啦，这支影片就这样子咯，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哦，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我会不定期分享一些我保养的实测，因为我家里产品真的太多，我希望把它都实测完，然后分享给大家，给需要的人。然后同时也会分享一些生活经验吧，在东京啊，或者是跟我老公啊之间的一些经验。所以订阅我的频道，或者喜欢我这支影片，让我知道你觉得这个资讯很有用，或者是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可能很喜欢这个产品啊，或者是你对这两个产品有不一样的见解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哦。那就先这个样子咯，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